是呀，海童，昨天真的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小宝和洋洋可能都……两个娃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，我也不活了。周母对海童也是感激不尽。海童说道：“阿姨，周姐，昨天你们已经道过谢了。洋洋是我外甥，我肯定会保护好他的。任小宝再熊也是个孩子，他做不到见死不救。那种情况下，只要有能力的都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要谢的，海童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们请你吃饭啦。”周红英就笑问着，叫上你姐，我请你们姐妹俩去吃饭。对了，还有你们家的2名保镖，是不是外面那2个？我也要当面向他们道谢。周姐，请吃饭不用了，是他们。明哥、浩哥，你们俩进来一下。让保镖去救人的是海童，不过就回任小宝的却是2名保镖。周家人是该当面向2名保镖道谢。2名保镖就听到海童的叫喊声从外面进来。大少奶奶，2个人呢，恭敬地叫着海童。哎，海童说道：“周姐一家人过来向你们俩道谢啊，昨天多亏你们救回了小宝，这些东西都是周姐买过来感谢你们的，你们收下吧。”周家送来的感谢礼，海童不想收，但又不想错过让周家出血的机会。那救人的本来就是2名保镖，就把这些感谢礼都给2名保镖。恩人呀，昨天真的太谢谢你们了。周家人对2名保镖自是千恩万谢，然后把带来的感谢礼拿了一半塞给2名保镖，留一半给海童。周红英还掏出几个大红包要给海童和2名保镖的。海童拒了，但他让2名保镖领了周红英的感谢红包。逗留了片刻，周家人不好再打扰海童，准备离开时，却在书店门口遇上了从海家村过来的海老头。海老头带着2个大儿子，还有2个大孙子，爷孙3代5个人，坐着海之文的豪车过来的。哎，不用问，为的还是海鱼夫妻俩留下来的房产。海童姐妹俩回了老家一趟，还带着那么多人过去啊，闹得整个村都知道，不是海家村所在的那个镇都知道了。姐妹俩扬言要打官司，海老头经孙子们卜过法后，知道打官司他夫妻俩分到的房产不会很多，老头子急了。海鱼夫妻俩留下来的房子不值钱，但地方大呀，在农村宅基地可以留给子子孙孙的。那样算的话，宅基地就很值钱了。主要是啊，海老头不服气，他觉得儿子儿媳妇都死了，儿子留下来的只有2个女儿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哪还能回娘家争家产啊？房产田地都该归他夫妻俩继承才对，他们想给谁就给谁。什么继承法他不懂啊，只是知道真打了官司，他们夫妻俩分到的遗产不多。那海老头跟老妻和儿孙商量后，就开始拿海鱼的身世做文章。反正海鱼都死了，死无对证的，说他不是海家亲生的，海鱼也不会伤心难过。海老头希望海童姐妹俩放弃去法院起诉。打官司耗时长，还要花钱请律师，他觉得太麻烦了。在海家村散布了海鱼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这样的话后，那海老头觉得造的谣够了，今天就迫不及待地来找海童。你们来做什么呀？周母看到海老头如同看到仇人一样，他还记着海老头收了他几万块钱，却是拿钱不办事，他去索要钱，海老头却抵死不认账，气死他了。一见到海老头带着儿孙来了，周母就冷着脸怒视着海老头，你个死老儿又想来败坏海童的名声是吧？海家人闹事，周母是听说过的，她私底下还和丈夫说，海家人简直就是没皮没脸，几年前分走那么多赔偿款，还赶海玲姐妹俩出家门，让姐妹俩有家不能归，没有养过姐妹俩一天，却霸占人家父母留下来的房产。知道海童成了战家大少奶奶后，居然想让海童给他们一大笔钱养老，简直是不要脸到极点。你们又来做什么呀？我说你们家儿子都和海玲离婚了，还隔三差五跑来找海童做什么？想占便宜是吧？海老头一家子对周家人也是没有好感的。
周红林和海玲离婚后，周家人还经常跑去骚扰海玲。海老头等人也知晓，觉得周家人无非就是看到海玲姐妹俩找回了有钱的大姨，海童又飞上枝头了，后悔了呗，想与海玲重修旧好，就能得到战家的帮助。他们姓海的和海童姐妹俩是有血缘关系的，都还没有讨到好处呢，哪轮得到周家讨好处了？也不知道是谁老不要脸的，没皮没脸，带着一班儿孙到处丢人现眼，想讨好处占便宜呢。你才老不要脸，没皮没脸的老贱人！海老头骂人也不甘示弱，你骂谁贱人呢？周红英吵架也是高手，听到海老头骂自己母亲是老贱人，他当即不客气地指着海老头破口大骂。海老头的儿孙岂肯让周红英这样手指指的骂？也不甘示弱的回骂。原本是一两个人的对骂，上升到两家人对骂，海童也不阻止，放任两家人针锋相对。他和两个好友看着，还看得津津有味的。洋洋则被商小飞捂住了耳朵，再把他的头按在他的怀里，不让洋洋看，不让洋洋听嘛，免得污了洋洋纯净的心灵。周家人因为是来向海童道谢的，加上又看不惯海老头一伙人，完全是站在海童这一边，帮着海童把海老头爷孙三代人狗血淋头的。虽说海老头也很会吵架啊，可惜他对上的是周红英母女俩。男人跟女人吵架不动手的话，很难吵得赢，声音都没有女人的尖锐。周红英母女俩轮番上阵，口吐芬芳，把海老头父子孙三代人骂得脸红耳赤的，当然也是气的。没见过像你这个老不死那么无情无义心又黑的爷爷。海玲姐妹俩失去了双亲，都够可怜的了，你们分走那么多赔偿款，还霸占人家爸妈留下来的房产，你们全家都是黑心肝的人，是不得好死的。周母指着海老头骂着，这不，你们家老太婆就遭报应了。周家母女的嘴也是毒，骂得海老头跳起来想打人。周父和周红林往前一拦一挡，不让海老头动手。海老头手指戳戳地指着这周母，骂道：要你管，我们海家人的事跟你姓周的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是她姐妹俩不要脸回娘家争家产。哎，你们家的家产分给你们女儿的吗？还不是留给儿子的，好意思说我们？周红英高声说道：我嫁的老公有本事，我有房有车有存款，娘家的家产我都让给我弟弟了，是我让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海童姐妹俩可没有说过要把他爸妈的家产让给你们，你们就是欺负人家无父无母了，还好意思说是一家人，有你这样的家人。海童姐妹俩那是倒了8辈子的大霉，明明说好了生不养死不葬的，有点事情就想让海童去干，看海童过得好了，还好意思来要钱。海童听周姐的一句话，你钱再多都不要给他们1分1毫，你和你姐过得好好的，气死他们，他们吃了你爸妈的人血馒头，让他们等着遭到报应吧。头顶上那片天还是长眼睛的，老不死的。告诉你，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候未到。等到报应来了，让你哭天不应喊地不灵啊！把你们店里的扫把呀、拖把呀，都拿出来给姐用用，姐帮你把这些不要脸的老混蛋赶走。海童和沈小军动作很快，一个拿了一把扫把，一个拿了拖把。周红英母女俩马上夺过了扫把和拖把，然后高举着扫把就朝海老头等人拍打过去。他们俩不是吓人的，是真的拍打。就连海老头一把年纪了，周母手里的扫把都是一下接着一下朝海老头的脸上拍打过去。战家的保镖那看得很过瘾，他们看似不出手，却又逮着机会救助周家母女一臂之力，让母女俩占了上风，高举着扫把和拖把，追着海老头等人跑出了老远，跑得太累了，母女俩才停下来，气喘吁吁的。好一会儿，母女俩才拖着那打人的工具回来。海童，以后他们再过来欺负你，端着长辈的架子跟你要这要那的，你一个电话打给周姐，
周姐过来帮你把他们轰出去。周红英进来后，把扫把还给海童，还不忘恶狠狠地道。海童给周红英母女俩各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周姐，阿姨，你们喝杯水，谢谢你们帮我赶跑了他们呀。他当然不怕老家人，不过有人能帮他出气，帮他打跑那些极品，他也乐得轻松。极品就要极品来对付呀。他们的车还没有开走，周红英说道：哎，海童，你拿把刀给姐，我去把他的车胎扎个洞。哎，海童都想笑了。上次海志文的车子4个轮胎都被他扎破了，再让人拖走。海志文今天又开了过来，看来上次给他的教训没有记住呀。算了，我自己去拿刀，厨房里有水果刀吧。周红英边说边进了厨房，很快她拿着一把锋利的水果刀，气势汹汹地出来了。她走到外面去，来到海志文的车子前，手起刀落的就把4个轮胎都扎了一刀。干完这一切后，周红英拿刀进店，清洗干净，放回了原处。走的时候还和海童说道：是我扎破他的车胎的，他要索赔的话，尽管让他们来找我周红英。海童，我们不打扰你做生意了，回去了。周家人很快就离开了。等到店里恢复了安静后，商小飞松开了洋洋，却发现洋洋在他怀里睡着了。他好笑地对海童说道：洋洋竟然睡着了，我对周家人一向没有好感，今天却觉得他们当了一回人呀。商小飞看了一出好戏，看得大快人心。沈小军笑道：这叫做恶人就要让恶人磨。海童也笑：洋洋的奶奶被我爷爷坑了一笔钱，要不回来，早就结了怨的，今天遇个正着。哎，那是冤家路窄。他拿起手机打电话叫人来拖海志文的车，嫌海志文的车就摊在他的店门口占地方啊，影响他出门。彤彤，他们今天过来，估计就是想跟你说，你爸不是他们亲生的，想让你们放弃和他们争房子。打官司的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去告他们霸占你们的房产了。我等个结果啊。海老头他们为了争房产，连他爸不是他们亲生的话都说出来了，他就用事实去堵他们的嘴。等他和海老头的 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他就可以去起诉了呀。他们今天来，除了可能说我爸不是他们的亲生，还有可能是跟我姐妹俩协商的。要是能协商，我也愿意协商，不用花时间打官司。海童早就猜到老家人还会继续闹腾的。当然呢，他们现在也知道呀，闹腾不是办法，唯有协商才能解决问题。等 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，堵住他们造谣的嘴，他们就淹了，那样才能坐下来协商。该他姐妹俩继承的，他们寸土不让。什么结果啊？商小飞好奇地问了句。你告诉我。他们在我老家散布谣言，说我爸不是他们亲生的后，我和战印商量对策，利用海志亲拔了我爷爷10几根头发，我和我爷爷做了一个 DNA 血缘鉴定，结果应该是这2天就能出来了。商小飞笑道：不错，永远拿证据。用事实说话，让他们无话可说。沈小军问好友：万一彤彤，房产你们还争吗？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他们造这样的谣，没有半点作用，只会被人笑话，也更加寒了他姐妹俩的心，加剧了双方的矛盾呀。海童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直觉是他家战先生的来电，就拿出手机一看，还真是战印打来的。我老公来电话了，他对2位姐妹淘说着。沈小军识趣地走开，去书架拿他没有看完的。商小飞嘻嘻地笑道：我也该回去了，合同若没有问题了，明天我就让人去跟村长们签合同，然后咱们的项目就可以开始了。他边说着边挽着自己的包，起身告辞而去。海童笑着接听了战印的电话。老婆。战印声音温厚醉人，刻意让他老婆着迷他的声音。海童却是听不得他的刻意，忍不住抖了抖，笑道：战印，你想说什么？直接说，不用美男计的。
你在笑什么？刚接我的电话时，我都听到你的笑声了，遇到什么好笑的事，说给我听听。战印恢复了常态。他家老婆大人不喜欢他刻意营造出来的温柔，就喜欢他的自然。没事，你不忙？还有半个小时就下班了。战印提醒着他的爱妻。时间过去得很快的。哦，你要过来吃饭啊？我记得你早上出门时跟我说了。哎，你中午有个饭局的，不方便过来吃饭。战印抬手揉了揉眉心，忙了一上午，他有点累。彤彤，我想你陪我应酬。海童愣了一下后，有点不确定的道：我还没有完全出师，陪你应酬，万一出了差错，会丢你的脸。你跟着大姨学了一段时间，也该实习实习了。酒桌上的交际，我教你，放心，我不怕丢脸的。战印语气低柔，哄着海童陪他应酬。海童也不是没有自信的人，他初时有点胆怯，毕竟战印谈的生意都是大生意，而能跟战印坐在一起吃饭的也都是商界大佬。他这种刚入门的投资菜鸟，想到要和那些商界大佬一起吃饭，会有点胆怯正常。不过很快他就把胆怯抛之脑后了。哎，他少说多听多看不就成了？保证不影响老公谈生意，还能从中学到高手是如何过招的。行啊，我现在过去。不过呢，洋洋睡着了，我姐还没有过来。沈小军立即从书架后面探出头来，体贴地说道：彤彤，你尽管去，我会帮你照顾好洋洋的。海玲姐也快过来了。战印想了想，说道：等姐去了你那边，你再过来。我跟客户约好的时间是中午12点半，在管城大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里。那谈完生意，吃完饭，他还可以留在总统套房里午休，让老婆陪他午休。战印想亲自带着海童学习是真的，趁机偷香，享受夫妻独处的幸福也是真的。好啊，沈小军是能照顾着洋洋，不过海童还是不放心，总要等姐姐过来了再说。周家人去找你了？他们是过来感谢我的。我爷爷又带着我大伯、二伯和2位堂哥过来了，然后2家人吵了一架。周红英母女俩操着扫把把我爷爷他们赶跑。海志文的车胎又被扎破，是周红英扎的。战印听后，笑了笑，周家算是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啊。海童扑哧的笑。我爷爷他们又找过来，估计就是想告诉我爸不是他们亲生的，想让我们主动放弃继承房产。我们不放弃的话，估计就会跟我们协商。不打官司也能拿回我爸妈的房产，那样最好不过了。那海老头他们真是想协商的话，海童愿意协商，但想他放弃继承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我和我爷爷的 DNA 鉴定结果这2天能出来了，拿到结果了，看他们还怎么编下去。明天能出来了，我陪你去拿结果。海童笑着，好，太太啊，彤彤。海童听到了2名保镖恭敬的叫喊声之后，便是婆婆叫她的声音，她就很意外地看向门口，还真的看到了婆婆唐君叶挽着一只爱马仕包包进来。战印在电话那边问她，老婆，谁叫你了？我听着声音怎么有点像我妈的。婆媳俩相处的时间很短，战印是想不到母亲会去书店找海童的。是你妈来了，老公，咱们先不聊了。海童选择了马上结束和战印的通话，都不给战印说声再见的机会，他就挂了电话，把手机往裤兜里一揣，起身绕出收银台，迎向婆婆，笑道：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欢迎吗？唐君叶含笑反问着。没有的事，就是很意外。妈，请坐。海童就要请唐君叶坐下，唐君叶却拒绝了。他说道：彤彤，你现在能走开吗？陪妈去吃饭，饭后再陪妈去逛街购物。海童，妈，你能略等片刻吗？我外甥在我店里睡着了，我姐还没有过来，等我姐来接他了，我才能离开。那就等等吧，洋洋的安全更重要一点。对于儿媳妇老是帮着姐姐照看孩子，
唐君业也没有说什么。那他也很喜欢洋洋这个孩子。战印已经电话联系曾经教过他们兄弟功夫的师傅了，那对方现在年纪有点大了，推荐自己的儿子过来教洋洋功夫。唐君业自顾自地坐下。沈小军不看了，走过来打了声招呼，就去给唐君业倒水。由于唐君业是海童正儿八经的婆婆，婆媳俩的交集又不多，海童在婆婆这里不如在老太太那里轻松。她此刻都摸不准婆婆突然过来，是否真的只想让她陪着逛街购物，还是有其他用意啊？彤彤，沈小姐，你们俩坐着呀。唐君业看到两人站在她的身边看着她，她笑道：不用那样拘谨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海童就坐回到收银台里面，对上婆婆那张保养得极好的脸时，她想着为数不多的婆媳交集，婆婆并没有做出过任何为难她、伤害她的事情。虽说此刻突然而来，让她有点措手不及，相信也不是坏事，说不定婆婆真的是只是想找个人陪她逛街购物。妈，我先给战印打个电话，跟她说一声，我不陪她去应酬了。唐君业问她，阿印让你陪她应酬？她说中午有个饭局。唐君业很自然的道，那你跟她说一声不去了。咱们婆媳俩没有在外面一起吃过饭，一起逛街购物，阿印也不好意思和我争的。那些人老是在造谣她和海童的婆媳关系不好，说海童每次参加宴会都是跟着商太太去的，平时也不见海童回山庄里陪她这个婆婆。婆媳俩没有在公开场合下吃过饭、逛过街什么的。唐君业是不想搭理这些谣言，她和海童的关系好与坏，她心里有数。不过出门打个牌都要被牌友们关心的问几句，唐君业就不爽了。牌都不打了，直接来找儿媳妇。他要带着儿媳妇扫荡那些品牌专卖店，用实际行动打碎那些谣言吧。那这就是唐君业突然过来的主要原因。好啊，海童正想给战印打电话，战印已经打过来了。他当着婆婆的面接了战印的电话。老婆，我妈去找你做什么？战印倒是不担心母亲会欺负海童，他妈以前是觉得海童配不上他，内心深处有点不喜，但从来没有当着海童的面说过难听的话，更没有为难过海童。在别人说海童多管闲事，电话打到他妈那里去的时候，他妈的贵妇人修养都破功了。为了维护海童，冲着对方大骂，展现了他们战家人超级护短的形象。婆媳俩不会闹矛盾，不过战印还是想知道母亲突然杀到海童的书店的原因。妈是想我让妈和你说吧。海童笑着把手机递给婆婆，妈，你和战印说吧。唐君业拿过手机，对电话那边的儿子说道，阿印，你不用过来接海童了，我跟你借你老婆用一用，借用半天就可以了。战印，妈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也没干嘛，就是想和海童一起吃顿饭，一起去逛街购物。我好像没有给海童买过礼物吧，我带他去逛一逛吧，有喜欢的就给他买吧。自己的亲妈什么心思啊？战印多少还是能猜得到的，是不是那些舌头长的人又在妈面前说是非了？唐君业没有接话，算是默认了。战印蹙着剑眉，那些女人舌头还真是长，不敢打电话给他妈了，却还是让谣言传到他妈的耳朵里。对付那样的谣言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婆媳俩同框，让人看到婆媳俩关系是很好的。要陪自己应酬的老婆被亲妈半道上截了胡，战印是很不爽，却不好再和亲妈争夺老婆大人。妈要借我老婆就借吧，晚上记得还给我就行。独占欲强烈的战大少爷只能让出了老婆。唐君业笑道，放心，妈有自知之明的，不会霸占着彤彤不放的。唐君业把手机递还给海童，海童不好当着婆婆的面和战印卿卿我我的。她听说很多当婆婆的是见不得儿媳妇和儿子谈情说爱的，容易给当婆婆的一种错觉，觉得他们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被儿媳妇抢走了，那她在婆婆面前和战印相处都是中规中矩的。她只和战印说了2句话就挂断了。没过2分钟，
他的手机收到了钱到账的信息，家用卡绑定的手机号码站印改成了绑定他的手机，说怕他花钱不自在，因为每花一笔钱，他手机上都会收到消费信息，多少都会让他觉得不自在，哪怕他的钱随便他花。在这方面站印就想得很周到，家用卡绑定的手机号码换成海童的后，海童花钱时就自在多了，站印往家用卡里转了一笔钱，让海童陪婆婆逛街时尽管花，略等了几分钟，海玲就到了。把外甥交到姐姐的手里，海童才敢放心地陪着婆婆去吃饭。接下来呢，从中午到下午再到傍晚，婆媳俩都在一起。唐君叶是站家的当家太太，她平时逛的那些商铺都是很高档的，没点身份地位的人都不会去的地方，自然呢就遇到了很多豪门贵妇、名门千金。她带着海童去那些高档的场所扫货，婆媳俩亲昵地挽着手臂出出入入，买的东西全让保镖们拿着大包小包的，那走在街上就是一道非常抢眼的风景。偶尔呢，海童还会买点他喜欢吃的小吃食，唐君叶也是宠溺的陪着他买，陪着他吃。那婆媳俩呀，用实际行动打碎了婆媳不和的谣言。隔天，站家那对最有身份的婆媳俩逛街购物被狗仔队拍到，上了娱乐新闻时，商太太看了娱乐新闻，对自己的丈夫说道：“咱们的女儿眼光是很好的，就是可惜了她和站印有缘无分。站太太要不是护短，要不是在乎海童这个儿媳妇，也不会亲自用行动来辟谣。她对海童这个儿媳妇或许不是最满意的，但她维护海童却是真的。那商太太除了赞赏之外，就是遗憾了。小飞若是能嫁入站家，她这个当妈的死都能瞑目了。可惜呢，站印就是不喜欢小飞。商先生说道：咱们的女儿眼光自然是很好的，她和站印的事你也别再提起。站印现在是你的外甥女婿呢，老是提及小飞曾经的爱而不得，不太好。我也就是在你面前才会说，在站印面前我不会说的。商太太当然知道不好，她就是看到唐君叶对海童的维护，忍不住感叹一声：站家对海童那么好，她这个当姨妈的也是开心的。好歹啊，站印这么优秀的男人，没有被外人抢了去，是落入自家外甥女的碗里了。小飞的姻缘也不知道在何方。商先生宽慰着妻子，咱们的女儿那么好，肯定会遇到一个只爱她一人的优秀男儿的。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站印一个好男人，站印再好，他不爱小飞，就算没有海童，小飞和站印也不会有结果的。勉强有个结果的话，也是苦果。咱们更该操心的是老二的婚事吧，他比小飞大呢。提到老二，商太太就头痛。小儿子总是不着家，他想唠叨几句都没有机会。每次打电话，老二总是说他忙，不等他说2句话就挂了电话，气死人。我现在算是理解站老夫人一把年纪还到处蹦跶了，操心他们家那几头猪没有白菜拱呀，他们家也有一头猪还没有白菜可拱的呀。那另一边啊，海童看到娱乐新闻的报道后，沉默了良久后对好友说道：身份不同了，一点事情都能上娱乐版的新闻。她成了站家大少奶奶后，还是第一次上娱乐新闻。那沈小军早就看到了这种八卦新闻，他笑道：你们家那位可是管城的商界大佬，站少，你和你婆婆的交集太少，最近你又是跟着你大姨出席各种聚会活动的，别人不就误会了。之前有位太太打电话给你婆婆，说你多管闲事，让你婆婆管一管你的事，你知道的吧？那些人无非就是想看到你婆婆对你不好，嫉妒你能嫁入站家这种顶尖级的豪门。我听苏南说，在站家大宅里，站奶奶和你婆婆说话是最有分量的，一个是老祖宗，一个是当家太太，在内宅里就是他们婆媳俩的天下。站奶奶对你的好那是没话说的，我看她老人家疼你比疼她自家孙子还要多。况且
你是战奶奶介绍给战先生的，还是他老人家要求战先生娶你，替他老人家报恩？是他老人家把你拉入战家的圈子，他老人家护着你，那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在战奶奶那里挑拨是非肯定行不通。老太太是我见过最精明的老太太了，她总是在笑闹中安排好一切，她安排的事到最后都能有个好结果。沈小军有苏南这个男朋友，现在吃瓜是吃在最前线的，知道的八卦比海童这个战家大少奶奶要多很多。海童本来也不是喜欢吃瓜的人，那对于管城很多八卦新闻，海童都是从沈小军这里听去的。沈小军给好友分析啊，他继续说道，除了战奶奶之外，别人不就把目光瞄准了你婆婆，想通过你婆婆来折磨你，达到破坏你和战少幸福的目的。婆媳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个大难题，以前的婆婆大都是欺负儿媳妇的，现在的儿媳妇呢，则是不喜欢和公婆住在一起，容易闹矛盾嘛。不住在一起，保持着距离，距离产生美，婆媳俩就能相安无事。他们共同爱着的男人也不用被夹在中间，左右为难。恰好你和战少并没有跟公婆同住，你和你婆婆交集的次数也少，别人就会猜测你们婆媳俩不好，也想坐实你们婆媳俩不好，甚至动了心思利用你婆婆来折磨你，所以就会有很多舌头长的造谣你婆媳俩关系不好。那些话传到你婆婆耳里，她忍不住了，就拉着你同框粉碎谣言。彤彤，你婆婆对你还是很好的，或许你未必是她心里的儿媳妇人选，但她会维护你，听不得别人老是造谣你们关系不好。海童知道婆婆维护她的事情，她也很感激婆婆的，婆婆也从来没有为难过她。在她和战印闹矛盾的时候，婆婆心疼战印，但并没有找她的麻烦，更没有说过她的不好。这样的婆婆，海童认为是少有的好婆婆了，拎得清。她说道，说来还是我和我婆婆的交集太少，才会让别人有机会造谣。我以后多花点时间陪陪我婆婆，经常同框，经常互动，让那些想造谣的人都没有机会了。就是我公婆的感情很好，夫妻俩每天都像是连体婴一样，我怕我成了老夫妻俩的电灯泡呢。就昨天逛了半天，我公公差不多是20分钟打一通电话给我婆婆，催她回家的。我公公还在电话里抱怨我婆婆有儿媳妇就不要男人了，还说我婆婆出门不跟她说，不带上她，说她可以跟着帮忙提东西的。我婆婆总要费点时间才能哄住她的男人，我们婆媳俩才能继续逛。沈小军听得羡慕死了，他笑道，希望我和苏南结婚几十年也能像你公婆那样，感情好的如同初恋呀。海童也是羡慕公婆的感情，他说道，战印很宠我，是他们家的男人都宠妻，他的叔叔们也是很宠他婶婶的，就原生家庭好，男人就不会差到哪里去，所以他就算想经常和婆婆同框，也得考虑公公的感受。海童的手机响了，战印来电。他看了来电显示后笑着，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，一说就来电了。沈小军说他，你就美吧，战少工作那么忙，还能隔三差五给你打电话，可见他是真把你放在心尖上宠着的了。当然呢，我家苏南也对我不差，还不是我家的，他还没有向我求婚呢。海童接了战印的电话，老婆，我在路上了，你等我10分钟吧，我就到了。你过来了？海童一开始有点惊讶，不知道战印突然过来做什么。很快他就想明白了，他要去鉴定中心拿结果，他说过要陪着他去拿结果的。他看看时间，下午2点半，是他上班的时间，他就抛下一大堆的事情，陪着他去拿一份结果。在他的心里，与他有关的，不论大小事都很重要，在他那里都是大事。这种被放在心尖上宠着的滋味，真的比糖还要甜。我自己去取结果就行的了，你工作忙。战印在电话里说道，没事，也用不了多少时间，我等你。好。
海童对着手机用力地亲了一口，战印听到了，低笑的道：“老婆，我想你亲我的真人，而不是亲着你的手机。”海童笑，挂了电话后对好友说道：“我家这位啊，没你家那个好哄。哦，他这一招都是跟沈小军学的。刚开始很有用，能把战印哄得心开怒放，现在就不太好用了。他想要的是真真实实的亲吻。”沈小军笑道：“因为战先生得到的多了，尝到了更甜美的滋味，自然就想得到更多的。”海童的脸啊，莫名的红了红。哎，你和苏总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？海童错开了话题，我还等着喝你们俩的喜酒呢。他和战印办婚礼的日期选在了入秋之后。离现在还早得很啊。沈小军脸上有着幸福，他还没有向我求婚呢。他什么时候向我求婚，我就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他。放心，我这杯喜酒你是跑不掉的。苏南，我正在策划着求婚的方案。